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最新发布的 M2 芯片版本 MacBook Air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星光色，我知道很多同学很期待这个颜色。我们现在来给它进行开箱。这次它的外包装就是一个MacBook Air 打开侧面的一个设计，对吧？凸显它的薄。当当。哦，很薄，很薄。首先大家看啊，这里有一个编织线材质的MagSafe 充电接口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Type C 的设计，它的颜色是跟你选外壳的颜色匹配的。包装里已经给大家选择了35瓦双 Type C 接口的那枚插头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撕膜。它的这个颜色呢是淡淡的金色，我们打开，哎，我知道大家一定还有很多人很想看看午夜色的配色，在这里二次进行开箱。当当，午夜色它配的这根编织线呢，则是深蓝色，深蓝色会带有一些灰色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一起见证午夜色的时刻到了啊！哦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午夜色。深蓝色的和键盘会比较搭配一些，大家感觉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午夜色从侧面看的样子。午夜色要比我想象中更接近黑色一点。把午夜色和星光色并排放在一起，大家对比一下，这是午夜色，这是星光色。如果让我现在第一印象来选择的话，我会觉得星光色更好看。准备好了吗，同学们？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们来聊一聊 M2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Air。这次这款笔记本一共有8大升级。第一升级颜色，我们先说午夜色。这应该是这次关注度最高的一款配色，因为苹果已经很多年没有推出颜色这么深的笔记本了。午夜色在光线充足的时候是黑蓝色，像极了午夜的安静和深沉；光线不足的时候，则更像是炭黑色。如果你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一眼就看出这是新款笔记本，那么午夜色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。深蓝色的苹果 logo 低调和机身几乎融为一体。当我们打开电脑，你会发现午夜色的 MacBook Air 是目前在售所有苹果笔记本里键盘面一体性最强的。黑色的键盘、深蓝色的触控板都深藏在暗夜之中，这是另外3款配色完全不具备的视觉冲击感。那午夜色的不足，就像所有深色产品一样，它的抗指纹能力比较弱。如果你的小手比较容易出汗、出油，或者经常涂护手霜，那午夜色需要更频繁的打理。至于很多同学担心的掉漆，我觉得被夸大了。起因是海外博主小黑哥上手视频里的时候，有一个镜头是这个充电接口的特写。午夜色接口出现了裸露的金属原色。我看了一下自己已经使用了10个月的深空灰 MacBook Pro， 发现我那台它的接口也有一点所谓的掉漆情况存在，但是也就是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些金属原色。所以你如果单说接口这个位置的话，可能除了银色之外，其他3个配色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掉漆的存在，只不过午夜色它会更加明显。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一点，你可以首选银色。笔记本的工作环境不像手机一样摩擦跌落概率那么高，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掉漆。有那个功夫，你不如去擦擦指纹。真的，指纹我反而觉得比掉漆更容易看到。至于星光色，同学们已经成为了我今年最喜欢的配色。星光呢，就是银色之中加入了非常淡的金色，但是又削减了金色因为浓郁而带来的侵略感。我认为这是比当年 iPhone 5S 镶边金还要经典的新配色。我对比下银色，大家就更能看出星光和银色的差异所在了。金色铝合金和黑色键盘组合在一起呢，就比较常规，没有午夜色键盘那么强的视觉冲击力啊。但是它的抗指纹能力出色，
小油手的同学们啊，纷纷点赞。今年午夜深沉，星光闪耀，大家更喜欢哪个颜色呢？第二个升级，我们来说一说厚度。这次 MacBook Air 的厚度大幅缩减，来到了11.3毫米。什么概念？14寸 Pro 厚度是15.5毫米，也就是说 Air 比 Pro 薄了接近40%，Air 的整机厚度也就相当于 Pro 的一个底座厚度。我们再对比一下 M1 版本的 MacBook Air， 你就能够感受到新 Air 有多薄了吧？有同学说，你这个是对比老款 Air 它最厚那个部分，那我现在就调转一个方向，大家看啊。除了老款 Air 它最后的这个尾巴尖儿，能看出 Air 今年有多薄了吗？相比于前代，新 Air 它的体积缩小了20%，相比于14寸的 Pro 体积缩小了31%。体积的缩小就意味着只需要很小的一个位置，你就能把这台笔记本塞进已经很拥挤的包包，省出的空间你可以带化妆品，可以带零食，可以带书本。第三个升级，我们说说重量。重量呢，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升级啊，但是也从前代的1.29千克降低到这一代的1.24千克。也看和谁比，和14寸 MacBook Pro 的1.6千克相比，还是轻了半斤多啊。这不是你从无负重变到半斤，而是从2斤半变到3斤。很多同学包包里不只有笔记本，男生可能还装了相机，女生包包里可能还有水杯。我之前出差背过16寸笔记本，加上相机，那个重量真的让我体会到了生活的重担，就压在我肩头啊。第四个升级，屏幕。屏幕这次呢，其实有2个升级。首先，面积变大了，从13.3寸增加到13.6寸。数字好像变化不大，但实际你只要使用，一眼就能感受到那个尺寸的增加。大家注意几个改变：第一，因为刘海设计，前置镜头和顶部状态栏融为一体，所以屏幕顶部边框宽度大幅缩窄。第二，上下面积明显增大，原来网页你就看不见下方的这个字体，也能够出现在屏幕当中。第三，左右屏幕显示面积增大。注意画面左侧小姐姐她肩膀和画面右侧这是什么细菌的 PPT 啊？这就是左右两侧面积增大的幅度。更大的屏幕面积，无论是看视频，还是做表格，还是写文档，还是刷网页，都能够在体积不变的前提下显示更多的内容。不过 Air 它的边框和 Pro 边框相比，还是要宽一点点。我把 Air 这个边框命名为让 Pro 用户开心一点点专属边框。屏幕的第二个升级是亮度从400尼特升级到了500尼特，强光环境下看屏幕会更清晰。我现在把2台 MacBook Air 全部打到最高亮度，比较强光环境下去看，这个更白后边所对应的就是它的屏幕亮度更高啊，右边是500尼特，左边是400尼特。第5个升级，键盘。相比前代 Air， 最顶部有一排更大的返回键、更大的功能键以及更大的指纹识别开机键，点按容错率提升，盲操精准度让隔壁的 Touch Bar 瞬间脸红啊！触控板上下变窄，左右变宽，实际使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区别。键盘敲击感和触控板压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这才是升级所在。新 Air 在厚度最高下降30%的前提下，能够保持键程不变，这是最难得的。第6个升级，声音扬声器从前代的2枚升级到现在的4枚，位置从左右变成屏幕下方这个凹槽之内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声音发射出来是通过屏幕反射，然后进入人耳的。这个设计应该是苹果借鉴了 HomePod 的声学经验，最大优势就是实现了声音向前、精准定位，实际听感。低音部分和 M1 版本差别不大，但人声向前之后感觉非常棒。之前扬声器向上会有一种空旷房间里播放 Adele 音乐的感觉，而现在就好像 Adele 坐在你电脑上唱给你听。这次还支持了空间音频和 AirPods 头部追踪。虽然说扬声器层面还不能和强大的 Pro 相抗衡，但技术层面已经达到一个起跑线上了。第7个升级 M2 芯片 ，M2 这枚芯片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已经详细测试过了 ，CPU 提升18%，GPU 提升35%，硬盘速度我手里这台1TB 版本的从前代2000兆左右大幅提升到现在的3000兆。至于大家所关心的256GB 版本的它的 SSD 速度，我去打探了一下，和 M2 版本 Pro 一样，依然会比这个1TB 版本慢一些。多条视频剪辑测试 M1 版本的 MacBook Air 3条轨道现在是完全流畅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我放第4条轨道上来，现在我在给我的 iPad 进行充电，这个时候声音还没卡，但是画面已经开始卡顿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M2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啊，直接放4条轨道，然后看一下它卡不卡。它有一瞬间
4条轨道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再加一条，加5条轨道，就它有一瞬间是不进行充电的。我们再试一下，看看7条。7条 4K 分辨率的视频依然可以流畅的进行回放。由于硬盘速度提升，我手里这台 Air 甚至比前阵子测试的 M2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Pro 还要流畅。对于大部分普通用户，只要你不是长时间运行大型的专业软件，我都会向你推荐 Air。第8个升级，充电和续航。实测电池健康度同样是100%的 M1 版本 Air 和 M2 版本 Air 做对比，老款 Air 可以连续播放2K 分辨率本地视频10个小时，而 M2 版本的 Air 则可以连续播放12.5个小时。这是在重量缩减、厚度变薄、屏幕变大的前提下，续航反而变长了。很多同学纠结的14寸 MacBook Pro 性能超强，但是续航和 Air 的差距巨大。我亲身体验14寸 Pro， 它的续航大概是 Air 6-7成水准吧，因为芯片性能太强了，干活的时候它是真出力，但闲着的时候吃的也确实比别人多。大家看啊，现在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下 ，Air 它是100到77毫瓦，而 Pro 是600到460毫瓦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刷这个网页，大家看啊，我同时刷这个网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俩的变化啊。这个 Pro 是 Air 的3到4倍，所以苹果官网也明确标注了 Air 最长上网是15个小时，而 Pro 是11个小时，4个小时的差距，你能假装从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6点，但实际上是看了4个小时的剧。充电这一次是增加了磁吸充电接口，那旁边的2个 USB-C 接口可以解放出来，用来做数据传输。数据线采用编织材质，颜色和机身颜色以及充电接口的颜色完全匹配。情侣，你说一人买一台 MacBook Air， 那你就可以啊，无论贫穷富有、疾病健康，然后交换充电线。MagSafe 最大优势就是防止电脑被意外拉扯跌落啊！你说走走走，不小心，哎呀！然后我现在使用这个 USB-C 接口给它进行充电，不太敢使劲拽了，走走走，不小心。哎呀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去年这个不小心啊，扯掉了正在充电的 MacBook Pro， 导致一根 USB-C 充电线当场退役。这2个 USB-C 接口也支持无差别充电，出差的时候你如果带着 iPad 和笔记本，其实一根线就可以解决2款设备的充电了。充电插头这一次其实 Air 也迎来了2个升级。首先下单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选择是否升级到双 USB-C 小型插头。注意啊，是小型插头，也就是我手里这款趴着的这个。我之前曾经做过这枚插头和苹果单独推出的这个35瓦双 Type C 插头的对比评测，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讲解了。一句话总结：立式双接口它节省空间，适合插排，但是需要单独购买；而小型双接口插头适合插在墙上，不容易掉落，可以在下单笔记本的时候直接补插架。2枚插头最大的优点就是都不会因为2次握手而断电。新款 Air 还增加了对67瓦插头的支持，下单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这枚67瓦的充电插头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2个插头的大小啊，67瓦插头它的速度更快，可以在30分钟充入电到53%，60分钟充入电到86%。我个人建议大家选择35瓦的这一款，原因是首先2次握手不会断电，对于多苹果设备来说体验非常好，加上 Air 本身续航超强，对快充需求也不高。你真想体验高速充电，那买国产单口插头也可以，而且价格还会更低。以上就是 M2 芯片版 MacBook Air 的8个升级环节，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认识这款产品。乔布斯在08年的时候，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款全新设计的楔形笔记本，名字取自于这句话 There's something in the air， 也就是说这款笔记本如此轻薄，以至于漂浮在空气当中。而在14年之后，苹果用全新的更加轻薄的设计，完成了 Air 这条产品线的新老更迭。去年14寸 MacBook Pro 发布的时候，我就曾经在评测里说，苹果这一轮更新最好的一点不在于单个产品，而是对于 MacBook 这条产品线的梳理。在我们此前的认知里， Pro 是一个更强的 Air， 它有着和 Air 近似的外观，但是性能和硬件更强。但随着这次 Air 更新，你会发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2条路，已经是2条并驾齐驱的产品线了，让 Pro 更 Pro， 让 Air 更 Air。最后回答一下大家关注的问题啊
颜色推荐，我首推星光色。内存推荐，日常办公8GB 足够用啊。有专业需求，你可以选择16GB、24GB 最高档位的话，如果有这么高的内存需求，是不是可以选择 Pro 会更合适一些？存储推荐，本地存储少，更多依赖线上办公，你可以选择256G。日常使用选择512G。有大量存储需求或者有大量花钱需求的，你可以选择1TB。MacBook Air 发布之后啊，网上有很多同学说。Air 我选择了高配置之后，好像就比 Pro 低了1600多块钱，我要不要加钱买 Pro 呢？大家想一下，14寸 MacBook Pro 是去年10月份发布的，隔了10个月你都没买，然后现在 MacBook Air 发布了，你觉得贵，于是你决定再加2000块钱去买一台更贵的老机型。Pro 发布10个月你都没买，说明你压根儿就不需要 Pro 啊！真需要 Pro 性能的同学，人家早下单了，根本不会纠结到现在。Pro 都帮他们赚很多钱了。而如果你觉得 Air 贵，你就等一等，对不对？你等打折，等促销，等双11，等618，你怎么会选择加钱去买一款你不需要的产品呢？你多花1000多块钱入手 Pro， 可能增加的是你1年都用不到2次的极致性能和功能，但你损失的却是365天的轻薄便携，以及每天额外4个小时的续航时间。越贵的它一定是越强的，但越强的不一定是越适合你的。只有找到最适合你的那款产品，充分的利用它每一个特点，才能够对得起你花的每一分钱。以上就是我对于新款 MacBook Air 的详细评测以及购买建议。这是过去1年我最期待的产品，它变小了，但是屏幕变大了。它变薄了，但是续航变长了。体积、厚度、重量、续航这些环节在使用过程中很难量化体现，但这些优势和便捷性会随着你出差、通勤、外出频率的增加而不断累积，让你感受到轻薄的价值和魅力。每一款产品都有着自己的使命。回到2008，乔布斯给这个系列的定位就是 There's something in the air。那14年过去，这个概念愈发清晰。Air 的使命就是在性能足够强的前提下，让每一个用户享受到轻便出行、无负重携带以及全天候的无线办公。这就是搭载 M2 芯片的全新 MacBook Air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